参谋长，到，向总指挥报告，红军闻风而逃。是。兄弟部队已经接入了，那我们执行命令吧。撤呀！人撤，撤！传令，撤退！孙连长，这个时候才撤。同志部队，撤！撤！敬礼！哈哈，看来这朱毛红军徒有虚名啊！报告，总指挥命令先头部队天黑前在下赶推进10里。命令部队加速前进。这不是咱们刚挖的战壕吗？我现在还闻到3天前我撒尿的尿骚味呢。嗯，看吧看吧，看下呢。婷，你看，该给张辉瓒料理后事了。知道毛委员最爱吃什么吗？红烧肉。今天这顿红烧肉是毛委员亲手做的，我都闻见肉香了。哦，我明白了，你说的红烧肉就是一锅炖啊。哎，就这个意思。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出神入化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深入分析敌情，按照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把敌人引入到崇山峻岭之中，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5天内连打2个胜仗，歼敌1个半师，活捉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苏书记，你看看，要是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整编方案和主要领导人物正式敲定了。金主任，你来之前呢，我们已经得到了福建省委的通知，下级服从上级是我们党的纪律。你放心，我们特委坚决服从红一方面军前委对我们地方武装做出的整编决定。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才能有这样一盘棋的决定啊！报告。你看看，又是个急性子，说来就来。进来吧。红军战士吕真前来报道。来，把那个递给我。来，小心小心啊！好，你先上去，你先上去。都忙着呢。往上点，往上点。抹匀了啊！歪了。抹匀了。哎，罗叔，你看。偷懒呢！指导员，快上去，看一下歪不？哎呦，嘿，哎，拿的东西真多呀！几头了，姐？哎，教导员，营长，哎，咱们红军啊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独立营也立下了战功，这群众们呐都大受鼓舞。你看看，这都是乡亲们自发的。哎呦，这乡亲们这么爱护我们，
我们担当不起啊！哎，我们红军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在战场上流血牺牲，乡亲们都看在眼里了，都不知道该给你们什么好了。来，快收下吧。那我们可就收下了。哎，哎，这样，西多大姐带着乡亲们，我们到那边去休息。好，来，乡亲们，咱们过去了。乡亲们，来这边。辛苦了啊！驼背说：“少爷，罗叔啊，这什么皇帝了？现在不能叫少爷了，得叫营长了。营长。哎，那不是歌仙吗？啊？哪儿呢？哟，还真是哎！哎，小哥，啊，我说你脸红了没啊？啊？谁脸红？你说啥呢？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呀？我什么时候喜欢人家？就是红了，你小子！你那头猪去哪儿了？你说我？冲！哎，驼叔啊，哎，你不是发财去了吗？这怎么又回来了？小王，哪壶不开提了哪壶啊！过去的事就不提了。我现在要求进步，现在苏维埃缺人手，我这不跟西周主席打下手呢，帮忙呢。刚才这些人啊，都是我挨家挨户去把他们找来的。辛苦了，还不把驼背说的东西接过来？哎，不用，小王不用。哎，我们走吧，走了，驼背叔。哎，少爷，哎呦，老庄，哎，你小心点啊！老庄回来了。哎，少爷，我当时后天暴动的时候，我就是我们这个队伍的人呢，你们得让我归队啊。该归队了，那得营长同意才行啊。庄上人，我是不是还欠你道歉啊？那都过去的事，咱就别提了。各位多多体谅。这次我们独立营打了胜仗回来，说实话，我心里面可高兴了。可是乡亲们说我是独立营的逃兵，像躲瘟神一样躲着我。我看你们走在大街上那风光，我连头都抬不起来了。我想了一个晚上，我要归队。你们不会不要我了吧？要不然给他个机会啊！我想想啊，我们独立营现在好像缺一个后勤负责人，我觉得精英算盘肯定能把我们的吃喝拉撒睡打算得很好，是不是？哎呀，你还不赶紧谢谢营长？我跟你说，哎，他行的，有这抠门的计算盘，给咱管后勤，咱肯定饿不着。快，不是我还当官了，就是这后勤全归我管呗。那我去工作了。啊，我这哎，谢谢营长，谢谢大伙不计前嫌，那我去工作了啊。把战功记清楚了。是。呀，急的。听我说啊，把鸡蛋还有吃的东西往这边放，把米和草鞋往这边放，听明白了吗？好，来，把鸡蛋往这边拿，然后每一家呢去登记，告诉我驼叔你们都送了什么东西。哎。同志们，我们要趁着西兜大姐和乡亲们给我们送来的春风，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能唱的得唱两句，能说的可得说两句，把这个祝捷大会给它搞得热热闹闹的，好不好？好。这次咱独立营，我也这么想。营长，张队员，一会儿我想发言。你就别发言了吧，别到时候说不好又给我们惹麻烦。我觉得他这个想法挺好，干嘛拦着他？好什么呀？他那些旧习气，信口开河，万一说错怎么办？都是自己人，怕什么？说对了，大伙儿给你鼓掌；说错了，大伙儿给你兜上。一会儿看见他了。好。红军打了大胜仗，活捉前线总指挥张辉旦
我们太高兴了。你看，这一个个红军战士，一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大家说是不是啊？是。红军真如神，忽然天降临，空有10万军，化作一锅炖，中将总指挥，束手就被擒。哎呦喂，我的娘，一定难保命。好，好。姐妹，你也唱一个吧。哎，红军哥，你等一下。红军哥，你唱的太好听了，我想跟你一起唱。不行不行，我就是瞎唱，我们大家伙都想听你唱。哎，小哥，你必须要唱啊！你要不唱，你得后悔一辈子，是不是？啊！孙大哥，孙大哥，你瞎起什么哄？哎呀，吕小阁呀，吕小阁，咱大伙都知道，景妹子是咱们10里8乡的小阁仙，对不对？对。哎，人家请你唱个歌，你还磨磨唧唧。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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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一个，鼓掌。我有去，你有来，我们对着唱。但是我要唱的不好，你别怪我。唱歌就要爱，有人和乐。兄妹开口对山歌喽。你猜小哥心里头在想什么？小哥爱唱歌，我爱打仗，我打过的仗，最牛的一次，就是跟大家一起参加的这次反围剿战斗，我们3万对敌10万，并且全歼他1个半师，还抓了前线总指挥张会赞。大家可能没有概念，以后我们打一辈子的仗，可能都抓不到像这么大级别的官儿，要是将军了。这些天有些问题我一直都想不明白，我想就我们这么几个人，天天的就是来回跑，怎么就能把这个仗打赢呢？我们红军的队伍和其他的军队有很多不一样，刚才我就突然想明白了，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队伍，一个脑袋只会打仗，还真是不分嫡系和旁系，不像我们以前的旧军队。从军到师到团到营，甚至到连，一打仗就想着保存自己的实力，让别人去死。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能打赢我们呢？跟着红军的队伍干，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说得好！全体起立！您来了，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啊？哈哈，不说一声就不能来吗？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求之不得呢。习总主席，你也在啊？哎，好啊，好啊，军民同乐呀。俗话说，赶上不如撞上。既然撞上了，我就要给你们带来一个喜上加喜。乔明同志，请。好，大家鼓掌。同志们，在这一次反围剿的战役中，我们地方武装最受上级表扬的是什么？那就是包括独立营在内的
所有作战单位在执行上级命令时表现得非常坚决，这就是这一次反围剿战役能取得全胜的根本保证。我还要对唐教官说的话做一个补充，那就是我们这支队伍是经过红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以后政治、军事整训过的队伍。大家都明确了一点，那就是枪杆子绝对听从党的指挥。我们独立营就做到了这一点，这对一支刚刚组建不久的地方武装来说，相当的不容易啊！我要代表特委向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这支队伍是从后田暴动开始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古田那一次会议以后迅速的成长。现在不光是后田的、上杭的，就连永定中队、长亭小队都已经冲入这支队伍。这支队伍还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的壮大。刚才我说了，要给大家带来喜上加喜，但这件喜事不应该由我来宣布。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红一方面军师首长金山云同志上前讲话。我先自我介绍一下，靳三运，红12军第36师政治部副主任。向首长敬礼。首长好，我是独立营教导员李华成。独立营长陈天佑。好，热烈。是。我代表红12军36师师首长向同志们宣布，红12军政治部和福建省委省军区共同做的一项决定。此决定，苏区独立营归编于红12军第36师，并同时升格为独立团建制。任命李化成为政治委员，是；陈天佑为团长，是。你们这支部队故事很多啊，连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都知道你们啊。总前委对你们寄予厚望。归编后，我第36师是如虎添翼啊！我代表师首长欢迎你们归编入列。我的任命书还没念完，接下来任命吕真同志为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吕真向政委、团长报道。吕真，政治处主任吕真同志。哎，咱俩还没握个手是吧？我握个手。干嘛呀？你等会儿。哥，你抽什么风啊？别叫我哥。哟，你当了红军团团长就六亲不认了？行，啊，你们兄妹俩先聊，回头咱们再一块聊聊工作，啊。
政委啊，甄大小姐不是回来了吗？我得去看看她。这儿没什么甄大小姐。啊，对，于主任，我得去看看她。我都被轰出来了，你见得着吗？为什么呀？人家兄妹在一块儿，不得抱头痛哭一场啊！说老实话，你怎么来的？上级任命来的。不可能！上级已经宣布了我的职务了，你不会反对吧？别在这跟我装了，怎么可能那么巧的事儿？啊，上级就让你到我跟他的部队来当政治处主任，就是这么巧。组织任命我来这个团，我就来了，不是我自己选的。坐下。坐下。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冲着他来的？谁啊？又装傻？你自己忘了16、17那年，你跟你爹娘翻脸，跟他有关系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你可别给我死灰复燃。那我记得当年是我娘非逼着我嫁给县警察局长的儿子，我才赌气说的，宁愿嫁给小长工，也不进那个丑八怪的家门。你还当真了？那他逃出去了，你不紧接着也离了家吗？他是他，我是我，我又没有跟他一起约好出走的，只不过时间上凑巧而已嘛。哥，别叫我哥，叫我团长。陈天耀，没大没小的，我是你哥。是你团长不像首长，哥不像兄长的，咱俩好歹也4、5年没有见了吧？你作为一个团长，没有对于我这个新来的政治处主任表示一下欢迎也就算了，作为兄长，你都没有问问我这些年怎么过的，还好意思说我没大没小？我这不是在问吗？但你没跟我说实话。那我就实话告诉你，我来独立团也没那么凑巧，是我主动向上级要求的。藏不住了吧你？你不还是因为他吗？我根本没想藏，我也不是冲着别人来的。我来到独立团，是因为这里有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嫡血亲人，我的表哥。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就想和我哥并肩战斗，这个理由还不充分吗？这句说的还算受用。你呀，从小就这样，在我面前总把自己当太阳，把别人当月亮，就没认过输。有理的时候得理不让，没理的时候就知道哭鼻子装委屈。喏，那还不是因为小时候你这个当哥的，把我惯成这样的。其实这些年，我出生入死已经历练一番了。长大了，你知道这些年大城市充斥着那么多白色恐怖，我为你担多少心吗？这才像是一个当哥的该说的话。我回来后，最让我兴奋的睡不着觉的，就是我看到你当了独立营的营长。我们的家族又多了一个明白人，却也有了一个和我同行的亲人。我再也不会感到孤单了。你别拿我当挡箭牌，你到独立营来不可能只是因为我。哥，我加入组织的时候宣过誓，随时准备牺牲自己。我们现在正在走在流血牺牲的路上。我也不像是16、17岁那么幼稚可笑了。对我来说，这里没有过去的小长工，只有现在的政委。我是来给他当助手的。好，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这一回啊。跟哥说说，你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关于我的事儿，以后有时间再说吧。我现在请求马上开会。先说你的事，开什么会呀？先说说。你可能还不太了解一个政治处主任的职责。
可是我希望尽快进入工作状态。先说你的事儿，给我严肃点。吕主任，客气话咱就不多说了啊，欢迎词咱也不讲了。独立营升格为独立团，如果仅仅停留在编制上的升格，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咱们这个核心心往一块想，把这支部队在思想和政治上提升一大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领这支部队无往而不胜。哎，你就说怎么做。我想听听吕珍同志的想法。政委，你是想给我个下马威呢，还是想考察考察我够不够当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的资格呢？不是，我真的想听听您的想法。好，既然你点了名，那我也愿意说说我的想法。好，请说。我来独立团任职之前，师首长找我谈过话。蒋介石已经在调兵遣将，准备开始对苏区发动第2次大规模的进攻。从3克龙岩到3省会剿，再到反围剿，我们已经跟他们交过很多次手了，把他们摸得透透的。再来，也就是老高爷一贴的事儿。你这么看我干什么？我说的是事实，不信你问华成。团长的想法，在我们的队伍里不算是少数吧？绝对是多数，所以也可以说是绝对的真理。有时候真理会在少数人这一边，而且在我看来，这恰恰是现在最危险的思想苗头。你别一来就拿大话吓唬人。我觉得吕主任这个不算是大话吓唬人。啊，您接着说。随着土地革命、苏区形势的进展和苏区地盘的扩大，国民党统治者剿灭我党的决心和行动也越来越疯狂，苏区的形势也势必会越来越严峻。如果只打了几场胜仗，我们的指战员就会以为敌我力量不过如此的话，那我们对未来的困难就会缺乏认识和思想准备。哎，我跟你说啊，你这话在这屋说说就得了，可别让外面人给听见了。我们这队伍刚打了胜仗，欢欣鼓舞着呢，你这一来这冷水浇谁呢？你这叫扫兴。我认为这盆冷水浇得很及时。您接着说。你们这一唱一和的，行，我离开，你们唱双簧吧。陈天耀，陈天耀，什么态度？什么态度？吕珍同志说的不对吗？反正人家说的话句句我都听进去了。啊，毛委员一再强调，政治思想工作是咱们红军的法宝。原先我这个政委做的不到位，政治思想工作成了我们这个独立团的短板。现在人家吕主任来了，把我这块短板补上了。你听听人家这个形势分析，哪儿说错了？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说什么？我当然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吕主任，您接着说。革命从来不是一路欢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筚路蓝缕的流血牺牲。所以我们才要时刻提醒指战员们，意识到斗争形势的严酷性，才能够激发指战员的斗志，才能够在任何困难面前都挺得住腰杆。哎呦，吕珍同志说的这番话真是又及时又重要，真的。这支部队确实经历过政治还有军事的整训，但是我认为，距离古田开的那个会的决议精神，那差的还是太远了。大大小小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着，就像吕主任说的，咱们这支部队，在顺境里头还算及格，但是一旦到了绝境，那是个什么样，还真是不好说。
我们的导师列宁同志说过，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我认为，组织机体是否健康纯洁，和指战员的信仰是否坚定，才是决定我们的红旗能够打多久的关键。信仰这个东西是放在心里的，用眼睛是看不到的，你明白吗？所以才用时间和斗争来考验。顺境看不出来，在逆境和绝境当中，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是经受不住考验的，是会马上暴露出本性的。吕真同志讲的非常对，我就是个长工的儿子，肚子里头也没有几滴墨水。您呢，政治水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各方面都比我强，以后这支部队靠您了。哎，团长，你还没发言呢。我还需要发言吗？我看你们聊得挺投机的。再说我也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了。不是，会没开完，你去哪儿啊？撒泡尿，憋着不行啊！吕主任，请坐。吕主任的话都记下来了。都记下来了。一字不落啊。好。其实吧，我觉得吕真回来挺好的，真的。你看看人这个工作履历，啊，上海的共产国际，党的地下组织，无论是政治理论水平还是实际工作经验，我觉得都比我强。哼，不是你怎么个意思？我怎么个意思？你这话里话外不就是想说我这个当哥的不如他吗？啊，对，你说对了，你各方面都不如他。我咋发现你越来越小心眼？我哪句话说你不如他？哎，行了，跟小孩似的，闹什么气？哎，问你个事儿呗。说。吕真当年是因为什么离家出走的？我不想告诉你。我给你块糖吃，2块。哥，借我10块大洋。这大洋干什么用啊？做盘缠。10块大洋做盘缠？我不想在这个家待了，我想离开这儿。是你爹妈又逼着你嫁给警察局长的儿子了吗？那我能问问吗？你打算去哪儿？我想去上海、广州，还有武汉那样的大城市去求学。你个女孩子求什么学呀？你再好好想想吧。我以为这个家里只有你支持我，你不给就算了，我讨饭也要去。等等，10块不够用吧？我给你准备20块。我以后会还你的。我想过不了多久，钱用光了，肯定就回来了。没想到又走这么多年，又跑到独立团当政治处主任了。你跟我说实话，他来当政治处主任，是不是你瞒着我去要来的？啊，对，我瞒着你飞过去把他抢回来的。我连他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要人？睁着眼睛说瞎话吗？没有就没有，急什么脸啊？心虚了？我心什么虚？
石首长找我谈过话，蒋介石已经在调兵遣将，所以我们才要时刻提醒指战员们，意识到斗争形势的严酷性，才能够激发指战员的斗志，才能够在任何困难面前都挺得住腰杆。其实我真心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向我们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为什么？因为一支部队的党员多了，那么这支部队的正气就多了。既然党的领导说了算，你就应该第一个入党。你文化水平比我高，你写一份入党申请它不难，对吧？成，我感谢你。不过这事儿你说了也不算，不得上级批准吗？上级批不批准那是上级的事儿，写不写那是你的事儿。蒋介石又先后对苏区发动了3次大规模围剿。苏区军民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英明指挥下，众志成城，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围剿，苏区地盘进一步扩大，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苏维埃政府。然而，到了1933年，再次风云骤变。驾！孙元，通知各营部属官到团部开会。同志们，蒋介石调动了100万的军队，对我苏维埃根据地进行了空前的围剿行动，而且他扬言要毕其功于1役。第5次反围剿已经在赣北正式打响了。经过前几次的反围剿战役，我们独立团的兵员已经增加到608名。可这一次，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提出的口号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哎，团长，这“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又不是我提出的，我也没闹明白为什么要这么打。我的理解啊，就是不让国民党军进入我们苏维埃根据地的地界。这运动战打得好好的，换什么打法呀？对啊，政委，他这么说对吗？政委就是啊。有必要在字面意义上较真吗？有必要在军事方针上讨论吗？军事方针是上级定的，是我们定的吗？所以我认为啊，我们应该像前4次反围剿一样，坚决打赢这第5次反围剿战役，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农民的胜利果实，这个才是我们红军最主要的任务，对吧？对。同志们，我来讲2句。自从党中央从上海迁至瑞金，我们苏区的形势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建了中华苏维埃各级政府机构。我们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苏区一片莺歌燕舞，这也更令国民党反动派感到寝食难安，亡我之心更烈，也是必然。但是这第5次反围剿战役与之前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一次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集全党、全军和我们全苏区之力保卫苏维埃。最令人鼓舞的是，由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亲自担任战役指导。所以我认为“御敌于国门之外”这个口号非常有力。这个姓李的是干什么的？没听说过呀。哎，这个李德呀，还不姓李。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原名叫奥托·布劳恩，是一位毕业于苏联军事学院的专家。主任，这什么加不加的呢？我倒不懂哈，我就觉得吧，打仗啊，这哪条路哪条河，他得摸清楚，是不是？你说这一个洋人，他能识咱们这儿的水性吗？你万一这是党中央的决策，不是我们基层部队可以讨论的。下面，我想提几点要求。
好了，作战命令随时都可能下达，各营的主官回去做好出发的准备。散会。散会。李真同志。耍脾气，你又犯病了是吧？推我干嘛？人家话说完了，你就散会。不是他不觉得一张嘴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那你不让人家把话说完啊？说那些空话有什么用啊？怎么叫没用？现在谈工作呢。没事，那是我妹妹，人家是政治处主任。那是我妹妹，我心里有数。我知道你心里头烦什么。你知道你还在这滚？衣服给你洗好了。我说了吧，没事。啊，谢谢啊。那我还真是白抹稀泥了，兄妹情深啊。我去撒泡尿，你们俩聊吧。你别走，憋着。怎么了？我个人下不来台，我不计较了。但今天藏在你们两个心里的暗鬼，我今天必须给揪出来。我跟你一块儿去。走啊！你们给我坐下。我有必要向二位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李德同志，是我早在上海工作时候就听说过的。他是一位对苏联红军的各种战力都了然于心的知名军事家。你们别只陶醉在前4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中。苏维埃形势已经不是前几次反围剿战役时的苏区了，小打小闹的游击战已经无法适应大规模的兵团作战了，而红一方面军又没有这种大的战地战的经验，所以李德同志作为战役的军事顾问，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作为政委和团长，你们不能对此有丝毫的存疑。哎，吕震同志，你的态度很坚决，也很坚定，但是我怎么没听明白你在说什么？你别给我装了。你们两个想的什么我知道，你们是不服气李德。打住啊！这帽子是越扣越大了。我们几斤几两啊？充其量也是团职干部，那么大一个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就算是不服气，轮不到我们两个。你说对吧，政委？表个态。他要是敢在这件事上和你站在一个立场上，我就向上级报告。那你去报告吧。这件事情我们俩想的真一样。人呐，水土不服就会得疟疾，道理是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到中国之后不结合实际，也一样会水土不服，对吧？你这话有问题。这话不是我说的。谁说的？毛主席。我觉得这话没毛病。我知道你们崇拜毛主席，我自己对毛主席也充满了崇敬。可毛主席现在是我们苏维埃的主席，马上要打仗了。作为部队指挥员，我们必须要有大局观念，服从党中央的决策，坚决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才能保卫我们的苏维埃政权。这才是我们红军当前的最高政治任务。放心吧，李晨同志，军令既下，我们一定服从。但是也请允许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吧。就是啊。反正你们两个怎么想的，我也管不了。但我希望，在行动上，你们要和党中央以及中革军委保持一致。
没问题。那你还向上级报告吗？我已经报告了。这是市政治部关于批准陈天佑同志入党的批复函，请政委定个时间，为他举行宣誓仪式吧。太好了，赶快吧，要不然一打仗来不及了。陈天佑的入党宣誓仪式，还是被突然下达的紧急命令耽误了。独立团奉命开赴食堂，去增援隶属红一军团的29团阵地。29团在这块阵地上已经固守了2个多月，伤亡惨重，但上级命令他们必须坚守阵地。29团一直固守到了弹尽粮绝。一会儿听命令，必须再打。手榴弹准备。甄姐，3营教导员已经牺牲了。
细搜寻，不能落下一个伤员，听见没有？是。李主任，李主任，团长、政委，请你马上去指挥所。走。打的什么狗屁仗！3个月的时间了，守着这么一块破阵地，一个团都打光了还不够。李华长，你能不能打电话再向上级请示一下，让我们独立团撤出阵地，采取游击战去掏到敌人的后腰，兴许我们还有机会。我打了3回了，3回都让上级驳回了，我再打，我这个职都给免喽。既然上级不让撤，你又怕被免职，那我能怎么办？就这么守着呗。陈天佑，你说的什么狗屁话？你觉得我怕就地免职啊？我怕这么打下去，咱们这支部队会打光。不管了啊，听我的，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今天晚上连夜撤离，我们迂回到凤溪、临沂一带，切断敌人的补给线，扯断敌人的后腿，就这么干。看着我干什么？你真那么强？你可要想清楚了。如果我们真这么干了，就算是你的目的达到了，你这个政委可也当到头了。我不当就不当了，我不能让独立团打这种窝囊仗啊！放心，责任我来负，行吗？这个责我给你一起负。我现在就下命令。等等，吕主任，你来的正好。我们现在伤员这么多，先别说伤员的事儿了，你知道什么是大局吗？我知道，但是我认为大局如果出了问题，就需要我们来弥补。你怎么判断出大局就出了问题？我怎么判断不出来大局出了问题？吕主任，你自己长眼睛了，请你看看，这是最近几天的战报，可以自己看。那么，请你告诉我，你觉得大局没问题吗？就是因为现在形势已经变成了这样，才需要我们指战员更加坚持听从党的指挥。你擅自放弃阵地，就等于叛党。你把我的话记录在案吧。我把你的话记录在案干嘛呀？我何必给他记录在案啊？那儿有电话，你可以自己打呀，给上级打呀，啊，电话在这儿，给上级打电话，把我的政委撤了，你来打。你拿我当什么了？我并不反对你们的方案，但前提是行动之前必须向上级报告，否则你别想走出这个掩体。问题是上级听我们报告吗？我打了3回了，上级管过我们吗？知道为什么吗，吕主任？因为我们上级的上级把这个闽西农村当作苏联大城市来布置战术了。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问，你可以去打听打听，你看看战士们他们怎么说。我不聋，我也听到了，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需要坚持听从党的指挥，否则后果只会更加严重。吕震，你要面对事实，等到敌人发动下次大规模进攻的时候，也许就没有我们这个独立团了。那让我来向军团政治部首长报告吧，我相信首长一定会同意的。独立团政委李化成，首长。是。是。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独立团一定按时到达松毛岭站位。是。200里路，限时24小时赶到，神仙也做不到啊！命令不就是洋人唱洋戏吗？这是中革军委的命令。
做不到，我们也得做到。政委，我能不能发表点我个人的意见？那我直言不讳啊，这几天的战报我都看了，我们都知道，名义上松毛岭是我们红9军团跟红24师固守南大门，2万多人，可这几个月扛下来，我们剩下不到5000人，而国民党军第36师、第10师、第85师共计3万余人，在敌人轰炸机强大的火力支持下，势不可挡。这个时候，中国军委这么大老远调我们这支损兵折将的独立团去支援松毛岭，是没意思的。去了也是杯水车薪，而且24小时200里地啊，黑天白天的跑，得不停的跑，还全是山路，打什么仗？跑过去都累死。这个命令说明2点：第一，松毛岭告急了；第二，红军已经无兵可调。对，虽然这个命令是中革军委下的，可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时候，这种调动挽救不了败局，去了就是死。老唐别说了，24小时200里地，没时间讨论。政委，你意思我们依然执行这个命令？不然呢？有其他办法吗？必须执行。如果我们执行了这个命令，就等于是让我们的战士去送死。对要执行，不对也要执行，这是对一个红军指挥员最基本的要求。吕主任，事关我们队伍的生死存亡，你不能这么较真儿。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就得较这个真儿，否则怎么打胜仗？好了，我们不聊面临的事儿了。吕主任，我和团长商量了一下，想让你留下来。为什么？我们队伍的伤员实在是太多了，就让你把他们安排到老乡的家里。好，保证完成任务。老唐，集合部队吧。对的要执行，错的也要执行。老人，随集结好。苏长，咱们还有多少口粮？最多还能撑7、8天。我正准备到附近集镇去征点。如果不用征了，时间上来不及。这样，把所有口粮发给战士们，便于行军。是。各营报告人数。报告团长，一营集合完毕。轻重伤员还剩123人。报告团长，2营集合完毕，轻重伤员加许，还剩108人。报告团长，3营集合完毕，牺牲在内，还剩98人。同志们，让我们向永远留在这块阵地上的战友告别吧。
2个多月前，红军曾取得温芳战斗大捷，那是第5次反围剿作战以来少有的胜利。可2个月后，形势再度恶化，敌人推进到苏区东大门松毛岭，红军部队浴血奋战，坚守阵地，但终因敌我兵力悬殊而越来越陷于被动。你搞什么名堂？你别耽误时间了，赶紧走吧。我说李真同志，你得给全团做出一个服从命令的榜样啊！我已经按照团长、政委的命令安顿好了所有的伤员了。你服从什么命令呢？我们是让你留下来。我留下来干什么？安顿伤员。我已经安顿好了呀。不是，我想问问你，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几10位的伤员，你怎么安顿的？报告政委、团长，我们把伤员都交给苏维埃了。你们怎么能把我们的伤员推卸给群众呢？赶紧回去！我们现在人生地不熟，把带不走的伤员交给当地苏维埃政府才是最好的办法。你较什么真儿啊？现在哄他走也来不及了，赶紧走吧。继续前进。快！哎，稍等一下，同志，你们是从松毛岭下来的吗？是啊，打得太惨了，我们的红军兄弟啊，真是太英勇了。松毛岭主力战场吃紧，如果连这里都守不住的话，那么就会彻底失败。再接下去，整个苏区都会沦陷。辛苦了，同志，你们赶快走吧。继续前进。刚才各路侦察员已经把阵地周边的情况都汇总了，确实是像那个牺牲的战士说的，红9军团红24师伤亡已经过半，甚至已经弹尽粮绝了。可他们还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等待上级的命令。他们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啊？这都弹尽粮绝了，还等什么命令？赶紧撤呀！派人联系过了，他们说，没有上级的命令，是绝对不会撤的，就算是死，也要和阵地共存亡。说实话，只有共产党的军队能达到这一点。他们不是在坚守一块阵地，是坚守一个信仰。我们到这个阵地来，没有看到胜利，
却在兄弟部队的身上看到了信仰的力量。政治部提倡独立团的所有共产党员们，在苏维埃政权陷入危机的时候，都要挺身而出，恪守自己在党旗下的宣誓。老唐，开始布置一下阵地战术吧。我们左翼3华里是红9军团防御的阵地，白叶杨岭；右面4华里刘坑口是由红24师防御的阵地，而我们防御的这块阵地在中央。阵地特点是上山道路狭窄，不利于大部队集结进攻，而更有利于防守，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因为敌人的空中火力，我们之前的这支游击大队也不至于全军覆没。对付正面的第10师，我们还能扛一扛。如果对付敌人空中轰炸机的话，结局大家都看见了。代理参谋长，那要照你这么说，我们要放弃这块阵地？我累得都没有劲儿了，真不爱在战术问题上跟你们女人磨牙。这不是战术问题，更不是男女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我也没有你懂，要不你说吧，我不说了。代理参谋长，我感兴趣，接着说。鉴于当下实际情况，我做出如下战术部署：刘山桥，你们3营埋伏在左翼高地，等敌人打起冲锋时，不要急于出击，一定要等敌人的先头部队越过我们的阵地之时，再突然发起截腰攻击。是。孙大成，哎，你们2营埋伏在右翼高地，跟3营成犄角之势，掌握时机，也是截腰攻击，保存实力，不要轻易出击。明白。哎，3营什么左翼啊？他是什么保存实力了？我1营干嘛？看他戏啊！现在全团也就1营的战斗力稍强，我想用1营作为一堵壁墙，等着敌人越过正面的山脊，遭到2、3营的截腰攻击，阵营大乱之时，1营就要像一堵壁墙一样，让敌人迎面撞个鼻青脸肿。明白。我就是个代理参谋长，怎么想到就怎么说了，拍板还得由团长和政委拍板，这也是我从第1次反围剿战役中学习的，在这儿领不了，我不敢打保票。说完了。各营长都听清楚了，进入站位，随时做好战斗准备。是。